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一下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和婚姻如果出了问题，要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大家好，我是天津泽鑫律师事务所王一水律师。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那么对于爱情，法律是可以约束爱情的边界。大家好，我是莎娜。柏拉图呢曾经说，真正的伴侣呢是灵魂上的契合，而不是形式上的亲密。大家好，我是雷鸣。婚姻里别记账，账记多了，夫妻俩就只剩下算账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爱情需要里应外合，你琢磨，好好琢磨琢磨。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严先生，52岁，来自辽宁；个体高女士，52岁，来自辽宁，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和他现在是什么关系？虽然我们离了，但是他在我心里还像家人一样。这么多年他在外面，有事我们就联系，没事就不联系。他在我的心里始终是我的老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我都会接受他的建议。他的心里应该有我。你今天来想解决什么问题？就想把我的心结给打开，给我一个真实的说法，就不要再欺骗我了。无论事实如何，我都能接受。只要打开了我的心结，就能复婚。我一直都在配合他，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猜疑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身心健康了。我真的希望回到以前甜蜜的日子，希望大家帮我解开他的心结。我大概听出来了，今天女生其实来就是打开心结的。哦，您不是来复婚的是吗？我还在考虑中，因为我这个心结一直打不开。如果打开了，您就会考虑复婚是吗？我考虑一下。哦，哎，那男士，我先问您一下，就是您今天来的目的是？我的目的也是配合他，为了打开这心结。这个心结要打开了，您是打算复婚吗？是的。好，咱们往回倒吧，就是造成你们夫妻二人最后决定离婚的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咱们一件一件说，好不好？当初我俩吧是经人介绍，互相都挺有好感的，我们也可以说是闪婚吧。1个月后就领结婚证了。领完结婚证以后，也是有了孩子。夫妻感情一直是很好的，很和谐的。在我怀老二的时候，接到一个女生的电话，还没等我说话，对方直接就提名道姓要找他。然后我说你是哪位呀？他说我打错了。是接起来电话就喊他名了是吗？对，还没等我歪的时候，因为当天是我的手机有问题，我俩把电话给换过来了，我暂时拿他的电话用一下。在这时候我大姑姐正好给我打电话问我干啥呢，我说我正在生气，把这事情说给他了。他一听也是，他就给电话打过去，就告诉他现在已经有2个孩子了，你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无论你们什么事情以后不要再打电话了。这个事情等他回来以后，我就给他生气，他一直说是别人打错了。那我说打错为什么还能知道你的姓名呢？他解释的我就听着很牵强，我就跟他生气，生了一段时间也不能长期生下去呀。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网友，然后我就说把这个名字给我拉黑吧。你怎么知道打电话的那个人是个网友呢？因为我从这件事情我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了。有一次他上厕所，他电脑弹出一条信息，我看到了，然后我就给对方聊天套出来，他是一个吉林的一个大学生。那你怎么就知道这个女生是那天打电话的那个人呢？我还不确定，但是我感觉是。不是一个人，这朋友。哦，不是一个人，那就是2个人。那打电话那个女生是谁呀？那也是一个朋友。什么类型的朋友？同事还是？不，就是普通的朋友。怎么认识的呢？网上认识的吧？也是聊天认识的网友哈。好，那个人当时打电话就叫了您的名字，然后一听到您的妻子接电话就把电话挂了。您没有跟妻子解释，就是他找您有什么事儿啊？为什么要挂电话呀？我跟他解释了。因为解释的越多，他这个思想就
那您觉得钻牛角尖嘛？那您觉得这事儿它合理吗？我觉得他这个怀疑不合理。哎，这样，先生，这件事儿想必您解释很久了，对吧？和他，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就是我们也有不太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一个自己的朋友打电话找你，发现是一个女生接的，就是说打错了？给我们解释解释。对，因为这个大家都理解，人家也是怕他多想。那这个女生她肯定很了解您啊，对吧？她得了解您和您媳妇儿，她才能知道哦，你媳妇儿是一个爱多想的媳妇儿，是不是？这个都是女人的共性吧，应该。这不对，您看他报了你的名字。您不能欺负我们今天场上女生少啊，说女人的共性。我好歹大嫂也是个女人啊。因为我曾经跟她说过，我老婆心眼小一点，就说咱正常的话打电话都行，平常细微小事的话来说，我说尽量不让误会。所以呀，这就证明您跟这个女生聊的不少嘛。就是我们还是没明白，一个女生找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让老婆知道。那倒没有啥事儿。就是那在此之前，应该经常有很多女生跟你聊天，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儿，这当时我也不知道，过后才跟我说的。好，这就是俩女生啦。第一个女生是打电话挂电话的女生，第二个女生是在 QQ 上发现了一个女网友聊天的。我感觉打电话和那个网友是聊天那个是一个人。好，那您接着往下说。当时是在北京那边做生意，这时候我不是马上要生了吗？然后我就回了老家去生孩子了，快要出满月，还有几天要出满月的时候还要走。我说再等2天我就马上出满月了，我说咱们一起走。他不行，他着急要走，他说回去有事情。我明知道那边什么事情都没有，他就说有事情，问他什么事情他也不告诉我，他就要走，坚决要走。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过完满月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以后，我1个星期以后打扫卫生，在沙发和床脚底下发现一个计生用品的瓶儿。我当时我就懵了，就问他我怎么回事，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再三的追问他，他最后回答我的是我们当时住的1楼，他回答我的是风吹进来了。来回开门关门那都是老式的房子，防盗门都是网的，刮风的话他的枯叶都能进来。再一个家里面人来人往的朋友也多，就说这个再也不知道这是到底人来人往的朋友来多，来你家睡觉啊。当时你说是朋友来咱们家了，有可能是他们，我问你是哪个朋友，你说以后再告诉我。然后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直也没有给我一个说法，到底那是哪个朋友来咱家，我都不知道。因为啥呢？你这种怀疑吧，你强加一个我身上，我只能是这么说。咱俩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看到这个问题，我那么给你解释，你能相信吗？不是说我能相信吗？而是说那个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处于那个环境下，那个都有可能，是不是？你当时你给我说了，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到现在你也没给我一个说法。那个说法，待会儿咱要个说法。这个事儿先放在这儿，这是一个问题。之后还发现了什么？当时还发现2个桶装的方便面在垃圾桶里扔着。他是最反感吃方便面，从来不吃方便面的。这是在没发现那个之前，进门我看到了。然后他说。我吃完我不想没扔，没来得及扔。这件事儿其实就是在您心里一直留了一个阴影。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让您怀疑的事情吗？这个事情闹完以后也不了了之了。等我家还3个月的时候，他要来东北去办事儿，一天就是电话都是畅通无阻的，都能联系到，也是不断的视频电话沟通。到了晚上6点多6、7点钟的时候，我和他联系不上，所有人都和他联系不上，包括家人、父母什么，谁都跟他联系不上。他当时来还有个同伴也跟他联系不上，失联呢。到第2天早上，他给回个电话，他说他去洗澡了，没听着电话响。我说那你一块儿去的人他咋没去？他说那个人不行，我不能带他去。我怀疑这是和那个网友，因为网友是吉林的，怀疑他们俩是约会见面了。没有，我那天我洗澡是他们别人请我，朋友请我洗澡的。我们在一块就是说，也是为了就是考察市场，谈论这些事儿，谈论生意上的事儿，在一块喝酒1宿，也没看电话。因为正常咱那个东北洗浴的话来说，穿个浴袍
什么的，就是喝茶呀，喝茶在茶室里面，就是是这种状态。手机都没放在身上哈。对。一直在柜子里锁着来着是吗？对。这个事情就是生气，无论怎么跟他闹，他都不跟我闹，他都哄我，就是各种方法哄我。我总觉得来说，就是夫妻两个人在一块儿吧，你首先第一点，你就是必须得信任。双方你要是不信任的情况下，你说你互相猜疑那种生活的话，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么多值得猜疑的事儿，也没人愿意猜疑。但是他生完孩子，我也不知道是。他一直说我是产后抑郁症，我感觉我在产后抑郁症这些事情，正常人都会是去这么理解。如果他给我解释理由能正常一点，解释的让我满意也行。而且你解释的所有这些问题，让我都感觉是越描越黑了，对吧？对。我问一下，二位结婚多少年了？结婚20年了。你们一直处在一个1年见个1、2次的状态吗？不是，就最近这几年。见一次多长时间？见一次也就是1个多月。1个多月，因为我公司在外地嘛。自从我们离婚了之后，我就是1年回来1趟或者是2趟。离婚了之后，就是孩子、父母都不知道，没告诉他们，相当于到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说因为我这俩孩子怕影响孩子。所以说，就是跟任何人都没说。因为我这2个孩子都是女孩，而且都处在青春期、叛逆期时间。行，咱接着说事儿。还有什么事儿让您就是最后赌气离婚的那个？后期，他去外地出差，去那个地方出差也很多次，每次也就是1星期左右吧就回来了。最后一次，他走了大概有10多天呢，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啥时候回来？他说办完事就回来。我就又等了半个月以后没回来，我又打电话，孩子告我3、2天就回来。我说你多少个3、2天呢？你都没回来，我不能在家一直等你吗？我得带孩子出去玩。他说你该出去吧，然后就带孩子出去玩了一圈，大概1星期吧，我就着急回来。回到家以后又等了几天还没回来，然后我又打电话，他也不接，打视频也不接。后来他回来了以后就是告诉我他在那边开公司了。我说你不是去出差了吗？你怎么你开公司呢？你倒告诉我，你不能说3天2天回来，你都去1个多月快2月，你回来你告我开公司了。我说你开什么公司，背着我不能让我知道的事情啊。他说那我怕我去那开公司你不让我走，那我也就同意他去了。从这去了以后1年大概回来个2、3次、3、4次，电话刚开始去基本上能打通，视频也能打通。到后期1年回来1趟，电话基本上都是不接，推迟个10分8分的，找一个地方给我回的电话。打视频他就给我转成语音，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是这样事儿的，我就感觉是在撒谎。他回来之后回到你身边状态正常吗？他每次我做饭快要做好的时候，他说我下楼溜达溜达，一下楼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回不来。我给他微信给他打语音都是占线，最后给他打电话是给他电话给他中断的，他回来了。后来有一次俺家那老二那时候刚3、4岁，他带孩子要出去公园里去玩，带孩子说爸带你去公园去玩去。回来我问孩子，我说爸带你去玩了开心吗？孩子说爸爸出门就打电话也不陪我玩。我感觉他到了这个外地开公司是又有一个人，对，之前那个是断的，这是又有一个好。他所谓的在外面去开公司，有没有明显比以前给的多了？因为开公司了嘛，对吧？对，没有。他说最近公司状态不太好。所以今天其实您来到我们节目，希望我们给到您的帮助，就是说，就这么多让您怀疑的事儿，您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对的，对吧？所以就一直在想要一个解释。如果这个解释今天给到了您，假如我承认了，我就是有人了，我给你说1、2、3、4、5，啪，我给你列出来5个人，我曾经有了这5个人，我给你解释了。那怎么着？就是你还能跟我复合吗？我可以接受。你也会选择原谅？对，就是只要如果说他真的没有，您会认为他又是在隐瞒吗？他说真的没有，我根本就不相信，在我心里种下的就是事实，就是你就是要让他说一句有就行，是吧？对。
好，接下来这样，我们先来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这个一对小年轻的情侣啊，你们俩有啥想法呀？我觉得我不支持这个姐姐复婚。因为身为女生，我非常的就是跟她能够感到共情。我觉得她在爱情中一定是一个非常容易内耗，然后又敏感脆弱的人。这位先生他就没有给这个女生相对应的安全感，让她觉得她在爱情中是有保证的。他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巧合。来，我们听听这个各位老师怎么支招了啊。男人的背叛，没有女人会接受得了。背叛有时候它就像一面镜子，即使这位前夫哥，您的复合的求原谅的成本很低，只要你承认以前的一切，前妻可以选择原谅。但是我此刻作为男人对男人，我非常渴盼您能问心无愧地告诉我，他说的以前您的一切是事实吗？不是事实。好，您有过实质性的背叛吗？您对着良心说。没有没有。妻子给的条件是只要承认过去我们可以复合，但是他如果真的没有呢？难道一定要往自己身上去按这一些人，然后求的原谅，求的复合吗？而且面对你当时选择的离婚，他是坚决不肯，对吧？我不同意。一旦有了这样的一种背叛的男人，有些是渴望离婚的，有些对离婚是麻木的，但是他渴求的是婚姻。所以我只是提出一些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观察，供您参考。首先第一个啊，我个人认为啊，您怀疑，包括您的猜想，可能从您的思维里，您认为是有证据的，而且通过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您可能觉得您的猜疑就是对的。当然，我作为一个律师啊，可能从个人情感上来讲，我觉得有些猜疑是因为各自的生活习惯、你的生长环境决定的。可是如果从某些我们遇到的案件，或者说从某些这个所谓的法律上的证据来说，您这些只是猜测。那么第二呢，我就要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男方这边您的一些解释的问题。那么解释呢，也只是就您的怀疑啊，男方的表述就是啊，我觉得由于您的这个疑心太重，他可能不想更多的去解释，或者他认为可能越抹越黑，解释越多可能会让您心里的这个疑问或者您的这个想法会更多，所以他可能选择更多的是我不解释，或者我找一个理由，这样能够避免一些更多的误会产生。可是你们事实上呢，在18年的时候确实办理了离婚，所以我觉得既然您在当时18年选择那么温和的情况下把婚离了，那么关于男方所谓的事实问题，即使他今天解释了，无论是什么结果，在您心里您已经认定了一个结果。其实他的解释还重要吗？我个人觉得不重要了。而且有一点我觉得，男方你从18年离婚到现在这么长时间，如果您猜测是对的，他外面有人，他完全可以没有必要继续跟您保持这种关系，因为对他来说他是自由的，他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了约束力了。所以我建议您一定在两方面考虑清楚之后做一个选择，毕竟这个选择可能确实会影响到后面很长一段的生活。好，谢谢王律啊。大家如果呢想更加了解我们王毅水律师，现在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泽鑫律师事务所的公众号，并且回复爱情保卫战这5个字儿，大家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法律咨询的机会。高女士，您现在有什么资格再去追问这个男人曾经的那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没有资格，只是说他想找我复婚，这是我的要求。所以你现在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复婚的方式，如果你解释清楚了，我们就复婚；如果你解释不清楚，我们就不复婚。所以你其实一直在自己骗自己。
什么叫真相？我们很多的女人就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再纠结，内耗再内耗。我们一定要一个什么婚姻当中的真相？什么叫真相？真相是你愿意相信的，那个叫做真相，而不是事实真的是什么。你内心现在的真相是，你既害怕这件事情是你想的那样，但是你又不得不去这么想，因为你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这些事儿全都摆在这儿呢，谁会觉得是大风刮来的呀？只不过你现在内心不平衡的是，这个男人凭什么把我当傻子？这么多年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这个时候你再要这些解释还有必要吗？没有任何的必要了。这不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吗？你现在老大已经上大学了，老二马上也即将上大学，你的人生自由啦，剩下全是大好的时光，你想干嘛干嘛。你为什么要在一个男人身上去纠结过去曾经那些不确认的事实呢？你内耗完了之后得到了什么结果？得不到任何的结果。你放心，这个男人打死他不会承认的。所以从现在开始，我的建议是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的真相，你就相信自己内心坚信的那个真相即可，然后经营好自己。这时候我就有一个奇怪了，严大哥，您为什么要复婚？您跟我讲讲。我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首先是这样啊，您的大女儿19了，您复不复婚影响她成长吗？她19岁，她在大学里面，她今年大2，她已经可以堂而皇之谈恋爱了。您二女儿14了，影响她成长吗？你们二位要是不复婚，这事儿根本闹不到台面上，因为家里8大姑7大姨儿，亲爹亲妈，没人知道你们已经离了。您现在闹出来，倒有可能伤害她。这事儿逻辑上聊不通，所以这样啊，我问您一件事儿吧，高大姐。离婚5年了，他对岳父怎么样？他对岳母怎么样？前岳父前岳母他。因为我没有父母了。有兄弟姐妹吗？兄弟姐妹都在广州、深圳，离我特别远。离您特别远，所以有所来无所去。所以如果不复婚，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孤零零的，没错吧？所以谁更需要复婚？您还纠结这答案吗？他就不承认，那我还得考虑。哦，您还得考虑是吧？对。你们各有一个问题没有想清楚，这位大姐啊，你从心里是依靠他的，你心里是庆幸他没有承认的。他说没有，你才能给自己坚持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理由。你要的其实是他的一份可以让你再次信任他的动力。你至少先承认错吧，然后才能有相信，你给自己一个台阶，我能相信你的理由。你给我呀，我求你了，你给我呀。但他就是不给你，但是你心里还有一份期待，就是他真的是没有发生那些事儿，对吗？他的这种坚持，你有自己还有个信念，你是一个纠结状态，你很重感情，重到没有了自己，重到没有了让他承受认错之后那个代价，他承受不得，不敢。你没有原则了。你到现在你还说你告诉我咱就能复婚，你没有原则了，你是迷失自己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不谈复婚的事儿，我们先找回自己，要独立。我告诉你，越这么求他越不会承认，你只有越强，让他有一天感受到他真的失去你了，那会儿他才有可能说，哎，掏心掏肺，真真正正的回归。严先生，怎么重建信任？就是你得做出让他能够信任的事情，你得让他能够经过验证之后觉得，哦，这是合理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说以前了，因为以前你只需要低一个头说你做的错了就行了，但往后就不要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你要真想让他信任，不在一起的那11个月，你得多打电话，你得多让他信任，对吗？了解你的行踪。如果你这些你听不进去，你趁早给大姐一个机会让她走出去，别再回来了。我们做到这儿有良心就好了。接下来您二位坐在那个地方好好想一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我们跟第二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李先生23岁，来自哈尔滨，甜品师；龚女士22岁，来自哈尔滨，
口才老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给你们的感情打个分吧。肯定不低于90分啊。说实话，他除了有点无理取闹以外，其他的也就没啥。最多50分吧，因为我觉得他不爱我了，他比较直，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敏感容易内耗的人，然后他又跟女生没有边界感，又太黏他妈妈了。对这段感情还有信心吗？有信心，肯定有信心。毕竟我们之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要他不这么脆弱敏感、玻璃心，我们肯定能走下去。我完全没有信心了，因为我感觉我们的性格不合适，这么不同频，我们还能走下去吗？好，两个人对于这段感情是否有信心啊？答案不太一样哈。先问一下，你们两个人谈恋爱多长时间啦？我们谈恋爱快1年了。俩人咋认识的呀？因为他是甜品销售嘛，在他的那个甜品店铺我们两个认识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正好是进群有优惠吧，然后就是我们就加上了好友，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然后我们在一起是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整了一个定位，然后他还说我正好在那儿啊，然后他就说咱们要不要就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我说可以，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就聊天，就初次觉得就彼此还挺有好感的吧，然后慢慢的就在一起了。你刚才在那个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而来的这原因里面说到一点，说他好像什么异性边界有问题是吗？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关键了，他真的跟女生的边界感，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混淆不清吧。因为他是甜品销售嘛，然后他肯定接触的女孩子比较多。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在他的手机里看到他和女客人的一个聊天，然后两个人互发表情包，当时我就真的直接生气了。发表情包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不是你发表情包，是发我们之间的一个表情包，就是那个表情包是从我这偷的呀。那表情包我愿意跟谁用就跟谁用啊。不是，那最关键的是你为什么没有跟我报备呢？这件事情来办卡我怎么报备？他就是我俩面对面，我告诉他啊，你等一会儿我跟我女朋友报备一下。那你让我发现这个事情以后，我肯定心情不好啊。他就要是加一个女生就得给你报备一下是吧？因为我在恋爱中就是他如果要是加别的异性，他一定要跟我说的。好，那第二个事儿是什么？他和一个他的学妹打游戏，然后被我看到了，这是第2次。我是跟我另一个朋友一块打游戏，那个学妹我根本不认识，是那个朋友叫来的。因为他那个学妹就正好发消息了，然后我看见了，但他打游戏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跟那个女生呀。然后这事儿让你很内耗吗？这事儿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有点内耗吧。我就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行，反正现在就这2件事儿，你没报备，你心里不舒服，对吧？你觉得他做的不对，还有啥事儿让你觉得他没有边界感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吃饭吧，我就手机当时来了一个短信，然后他就说这是我前女友的短信。因为他跟我说他跟他前女友养过猫，然后那只猫叫东东，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东东生病了，就跟他说了一声。这有什么可内耗的呢？你想我们连微信都没有，他发的是短信，他为什么就给你发消息了呢？我哪知道他为什么发消息啊？那你们没有经过聊天，为什么他会给你发这条短信啊？我怎么会知道？你俩都分手1年的人，能突然找你吗？那他就是突然找我了，那你要我怎么解释呢？那你看到这个消息之后，这个男生回复了吗？没有啊，他没回复，因为我想用他手机回复，他不让，他把手机抢走了。没回复，他后来又再联系了吗？没联系啊。行，就前任突然发消息了。然后你也不行了，就跪地上我就开始哭了。你这个理，关键人家也哭的没理由啊！哎呀，有理由，有理由，有理由。来，还有啥边界不清的事儿吗？就没了。之后我就经常会去用短视频去看，就是他俩有没有联系。你说你查到什么了？也没什么东西吧？那确实没什么呀。那就那如果你要事实跟我报备的话，我能这样吗？经常拿小号试探我。什么叫拿小号试探？就是他自己新建一个小号，然后来加我的好友，然后就试探。但是我猜出来是他了。那你不还是加了吗？那我加一个陌生人很正常，我得至少知道他加我是为什么吧？他早就知道是我了。我知道是他。所以他故意将计就计就加了，然后故意。他最开始加的时候，肯定不知道是我，但是后来就聊着，他发现那是就是我的口吻嘛，然后他就知道了。男生，我想问一下，你在加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你女朋友吗？还是说你加上聊了之后才知道的？聊了之后才知道啊。
所以你还是会随意加女生的微信的是吧？她不是女生，她是一个新的小号，她没有性别那个设置。那我头像是女生的呀。头像是女生的，我头像还是你呢。哎，好，这是他说在异性边界不清的几点事实证明啊。接下来你还说什么？你觉得他是妈宝男？他怎么就是妈宝男了？我觉得也不是妈宝男吧，就是跟他妈妈就有一点就太黏他妈妈了。你刚才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他怎么居然能把他妈妈看得比我还重要？就是我们约会的时候，我们吃饭到一半，然后他妈妈就给他打电话，就叫他回去。当时我妈电话里跟我说，她有点难受，她想让我回去看看怎么回事，那我不应该回去吗？那你就把我直接撂大道上了呀！你不应该给我送到公交站或者地铁站，或者给我叫个车吗？我妈生病了，她难受。我理解你妈妈生病，我当时我也表示了，我说我真的就是也挺替你难受，我希望你会回的。那你也不能直接把我撂在那儿吧？我都哭笑不得了，我这个有儿子的妈，我听不得这个我。这些都不重要，但重要的就是他。就可以表个态，比如说他给我叫个车呀，然后给我就送到公交站，因为都很晚了，然后我就希望他能够就是有一种这种表态吧。行，你觉得这个事儿他做的不妥，还有啥事儿？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然后走就是逛街嘛，然后他妈就突然给咱打个电话，直接说什么啊你回来聚餐吧，怎么地的，然后他就回去了。我确实是我的问题啊，当时毕竟是跟家里长辈吃饭，不回去不好，对吧？那你妈不知道你跟我出来吃饭吗？她不知道啊，我跟我妈又不住在一块儿，她怎么会知道我跟你出来呢？那你不会跟你妈电话说，哎，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一会儿我再回家行吗？晚一点。我当时不是没想到，我后来是不是也跟你道歉了？你这有什么可揪着这些小事不放的呢？这是小事吗？这慢慢就是大事。是什么大事？所以男孩的妈妈得懂事儿。您说我呢是吧？男孩的妈妈得懂事儿，你自己看看，你别让儿子这么难为，何必呢？就别老打断人谈恋爱是吧？就是。对。但是我觉得正常反应，跟妈说一下，我现在有事儿，跟女朋友逛街呢，有何不可呢？又不是妈妈生病了，主要是家里人长辈嘛，你拒绝了也不去不好。姑娘，你见过他妈妈吗？没有，但我觉得他妈妈不是很喜欢我。这咋没见过你就觉得他妈妈不喜欢你呢？因为他跟我描述的说他妈之前一直想让他找一个大个儿，我不身高不是很高嘛，长得我有点像那种小土豆嘛。你没见过他妈妈，你就给他妈妈下定义了？因为我之前还送过他妈妈一个礼物，就他妈妈在他生日的时候嘛，他跟我说了，然后他妈妈是知道我们谈恋爱的，但是他没有见过我，然后我就送给他妈妈一个礼物。然后我就问他，我微信问他，我说那个你妈妈喜欢吗？阿姨喜欢吗？然后他说他妈就撇在桌子上，他也没怎么看他妈的。什么东西？这就是一个小摆件儿，就正常放在桌子上，不是撇在桌子上。你觉得如果很喜欢你的话，他对这个你送的东西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举动，就是证明他很喜欢你？觉得可以录个视频啊，然后他妈妈可以就是高兴一点表现的。哦，这姑娘给我提了个醒，就是如果你要是对你儿子的女朋友送来的东西，这个很喜欢你要给人家录个视频。哎呀，谢谢你啊，姑娘，我妈阿姨很喜欢你送的礼物啊。哦，应该这样对吧？哦，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很多，尤其是上了年纪，真不会干这一个事儿。这不学着呢吗？这不学着吗？于老师，来，姑娘还有啥不满意的？今儿都说出来。就是他妈妈，反正就是这2件事情，因为我就感觉那。很莫名其妙，就我们出去吃饭，就中途就打断我们的约会，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就是弯弯绕绕一点，就是因为我更是那种就是比较容易瞎想的人嘛，敏感的，对，比较敏感内耗的人，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直性子。一条路走到直那种的，我觉得直接说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你直接说，有的时候是间接让我觉得我不开心啊。来，我问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你们的纪念日或者说你的生日这样重要的节日，他有没有送你礼物？说起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们2个人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就是我们1个月纪念日，他给忘了，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对仪式感是非常重视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女生，我觉得谈恋爱肯定是要有仪式感的嘛，那至少男生要给女生一个非常就也不是说很隆重吧，就至少要送我一个小礼物，会让我表示很开心，大家一起吃个饭，就面对面，我觉得也很开心了。但是他没有送我，我当时确实是忘了啊，但是后来我是不是补给你了？那当时你为什么不给我再送个蛋糕或者一个鲜花呢？我都送你一个小礼物了。我觉得那后期补了，
那我现在送你这个礼物还干嘛呢？那为什么我当时问你，我说你为什么没有送礼物？你说我们现在好好在一起不就好了吗？这话也没毛病啊。1个月的纪念日没送你礼物，这个应该算是这男生就是怎么能把这样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对吧？这样我就觉得他有点粗心大意，可能他没有坏心思，但我觉得他真的太粗心了。这件事让你很不满意。他还有啥让你不满意的？他是一个很爱规划的人，他就是比如说，哎，我早上干什么，我中午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他都要就是罗列出来，做一个计划那样的。他是一个比较爱做计划的人。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我饿了，我想去吃饭，然后他就说，哎，我得看一下有没有差评。他觉得，哎，这差评不好，我们就不吃了。我说我很饿了，我要吃。他说，哎呀，不行，这个差评怎么样的，咱别去，咱换一家。我就换一家，就旁边再换一家有什么？可是我饿了呀。他就在旁边。可是旁边你也会看差评啊？一条街好几家店呢。你也太规矩了吧！你女朋友在这儿呢，我饿了，我想立刻吃饭，不行吗？你就让他吃那个有差评那店就不能进吗？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怎么？啊，行好，你觉得这个男生规划性太强了，你觉得不顾你的感受，对吧？对。那姑娘这恋爱还谈吗？咱？就这么差劲儿了，你又听妈的，然后他妈一叫就回家，然后又不注意男女的这个边界问题，然后又不注意你的情绪问题，这么差劲儿，这男生咱还谈吗？因为我来这里就是想问问各位老师嘛，是我太敏感了，还是说他太直？想看看是谁的问题是吧？对，想更看一下。那如果假如说我们都说是你的问题呢？我可能会改，但是你还是要继续下去谈下去的是吗？我现在也是特别的犹豫，因为我们的性格不是很合适。男生你呢？我是想继续谈下去的，我们之间也确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嘛。那你觉得，如果他要说让你改刚才说的那些种种，你觉得你改得了吗？能改得了。男孩愿意，生气不生气？能改，你要能改，你最开始想什么了？哎呦我的妈呀，能改还不行，能改我还得再给你扣一帽子，你刚开始想什么了？行好，我了解了。来，这跟你姑娘她们年龄差不多哈，说说吧，看就像自己孩子似的，这怎么样啊？小美女，我感觉你要面对现实，以后咱们要过日子，所以你看好的是这个男孩人品和他的三观，你不要太较真了，有些事情不是都一定的。我觉得女孩来说呢，应该给男孩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应该相信他。我们接下来听听老师对你们两个人这段感情，大家有什么建议啊？小作怡情，大作伤情。女生很显然，你的作已经作得酣畅淋漓，已经作得突破天际。男生，你真的在谈这一段恋情的时候感觉到不累吗？还好吧，主要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所以您看，您这样酣畅淋漓的作，他都能够忍受，能够接受，能够豁达，能够包容。您想，他和学妹打个游戏要报备，和女客人加个微信要报备。这个世上有几个男人受得了？在恋爱当中，如果一个女生她所释放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严严格格的控制，很多人跑得老远了，过分了，过度了。恋爱很简单，那就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珍惜、相互真诚。对，有一些小的细节不伤及到你们情感基础和底线的，要学会睁一眼闭一眼。你的眼睛长得是很大，但是不要每天把那个眼睛瞪得很大的盯着他，他很累。他今天还能说，哎，我受得了，明天呢？所以女生，我们在一段恋情当中，我们当然女生我们要撒娇，我们要作，男人要哄，但度，一定把握住这个度。另外告诉男生，女生作的背后往往是她的愿望和渴求，她渴求什么你要解读懂，她不停地作，说明她渴求你的爱。李先生、龚女士，啊，刚才我这个听了你们整个的过程啊，我一直在笑，
但我却是一种很幸福的笑，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个过程确实是年轻人谈恋爱的一种甜蜜的感觉。那么我有几个问题呢，也想问问你们。那你们在一起1年了，你刚才提到都是这个男生的很多的哪些的问题。那这1年当中，这个男生对你有没有好的地方？有没有你感觉很幸福的时候？有啊。多吗？其实如果说多少，肯定是不能用这个来计算。但是就是当我真正在幸福中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哦，他真的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就吵架，就感觉他怎么这么直？我先说男生的这个性格，我很喜欢。我认为你作的太厉害了。你们现在是恋爱，如果有一天你们结婚，你可能会作到爱情法律的一个边界线，因为你已经从现在刚刚开始恋爱，那未来你们结婚还有很多的这个时间，那我认为你们结婚之后，有可能你的这个作会触碰到底线，那个时候不是爱情你们恋爱的问题了，可能涉及到家庭婚姻很多问题，我认为你需要改。那么说到男生恋爱跟结婚它是2件事，你们现在考虑结婚往后走，我觉得早一点，年轻嘛，你们还有很多的无限的可能。你们可以做一个公式，如果1+1大于2，也就是说你们双方之间在一起的幸福感快乐大于你们之间的矛盾，那么先感受这段年轻的爱情，不用考虑这么多。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我们王一水律师呢，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微信搜索关注泽鑫律师事务所的公众号，回复我们爱情保卫战这5个字啊，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1次的律师咨询的机会。我来说一下小龚啊，你要是这样你嫁不出去啊，我的天哪。婆婆说话了。你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是这不是敏感不敏感内耗不内耗的问题，你每天在给自己挖坑啊。这不光是对爱情，如果你要是在你的人生当中都是跟自己这样锱铢必较，你现在不是在折磨别人，你知道吗？你是在折磨你自己。这个男生为什么不会被你折磨？我说的简单一点，这男生这无所谓，就是我没跟你真较劲儿，哎，你行，我觉得我做的不对的地方，那我就道个歉。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让我为我没有觉得我做错的事情去认错或者买单的话，对不起，我道不了这个歉，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所以最后就内耗的是你自己，你懂吗？所以你不是在跟别人怎么样，你是在自己折磨你自己。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人处事方式，它不只是针对你的恋爱，包括你生活当中，我相信如果你有好姐妹的话，好闺蜜的话，她们一定会跟你说这样的类型的话，就凭什么都听你的呀？就像你能在前面的采访当中说出一句啊，他居然把他妈妈看得比我重要，姑娘，那是生他养他的人，他今天能健健康康的活到24岁让你认识，那是因为他爸他妈，不是因为你。跟你才认识不到1年的时间，凭什么人家妈妈生病了不能把你丢在路边呢？他才24岁，他怎么能做到如此周到？如果他真的当时那一刻能做到如此周到，先把你安顿好，再回家找他妈，这个男生不值得托付，因为他太形式主义了。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否则的话，你不管是男朋友，你换几个男朋友，你都一样得不到大家对你的真爱。第二，你的所有的交友，你的身边的朋友同事，你会发现大家都会渐渐远离你，因为不喜欢你这样的人，明白吗？好，首先啊，刚才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说你为什么要加上他？你为什么要跟他聊天？他的头像明明是个女孩，我的头像还是你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那么几个能看出来。第一个，我无愧，我头像是你，我加的怎么了？我还是一女孩头像呢，对不对？我无愧。第二个，我不怕，你作你的，我敢还嘴，我还嘴还得有理有据有节。第三个，他头像真是你啊？他头像是一个就是看不见我头发戴帽子的一个背影啊，也就是头像真的是你是吧？录了半个就
半边吧，就看不出来。你觉得他把你当回事吗？我觉得挺当回事吧。那就行了嘛。而且他不跟你急，你发现了吗？我把你当回事，我还不跟你急，我头像还是你呢，是不是这意思？虽然头像是我要求他改。哎，所以不满归不满，恋爱该谈谈。最好他的头像应该是你调过来，最好是你调过来看得见正脸，然后上面一行小字：我是他女朋友。瞎看你小心哦，最好是这样是吧？要这样吗？那肯定不是这样啊。那就行了，挺好的。但是关键跟你说一下什么呢？在接下来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过多的对他妈妈的不满，要多问一下，就是他妈妈喜欢什么，平时呢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谈恋爱挺好，感觉也不错，但为什么老有这种问题出现呢？你们两个人都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成长。我们不能永远谈恋爱，对不对？我们不能永远的让对方照顾自己所有的情绪，有些情绪是需要克制的。女生之所以内耗自己，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你不接纳你自己，你不够自信，所以你很敏感。他妈妈那么放我的礼物，他妈妈喜欢个高的，他现在不能满足我饿的这个需求，就是不在乎我的感受，所以总是在很敏感的捕捉这些信息。你要适当的钝感，因为钝感的人能交到好多朋友，因为觉得很大气，很有度量。但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别人的表达、别人的细节当中时，你在哪里？你自己那些时间精力就没有照看自己了。和自己和解吧，姑娘，你挺优秀的，挺漂亮的，对不对？要自信起来。你是口才老师是吧？是的。有时间有精力啊，多花在咱的业务上，多让自己成长。你很强，人家叫你老师。男生呢，挺好的，状态很好，但有时候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会被他所困扰，那是因为你不够理解。这个女生缺什么？你告诉我。她比较缺乏安全感。为什么？可能因为跟她之前的一些经历有关吧。好，多去了解这个女生。有时候你并不无辜，你没有做错，但你一味的满足她，只能让她从需求转化成了欲望。需求是什么？需求是我满足了这个需求就消失了，但欲望是什么？你越满足它越无止境。有时候需要让他克制，有时候你需要去告诉他这你错了啊，你不要过度的如此。你们俩挺好的啊，就是共同成长吧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我们两组嘉宾各自回到我们的门后边，思考一下待会儿是否要牵手走出来啊。我觉得你俩出来要有一个条件，对于男生来说，如果你愿意认真的去反思一下自己在有一些问题上是否做错了，我们不纠结真相，就是你有一个我是做错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你想明白了这件事儿，您就出来。如果你始终的就觉得我没觉得我错，我觉得这两件事跟我都没关系，不是我的问题，那您就不出来。女士的出来的条件是，如果你今天选择我不再纠结这件事情的真相了，你就出来。如果你还继续纠结，就别出来。好，来，请回到门后。好，那我们在揭晓我们第一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他们到底是如何选择的呢？我们3、2、1，请开门。肯定出来，没了。哟吧，肯定出来嘛，肯定的呀。我还挺意外的。我先问问男士啊，您刚才不是一直觉得您没错吗？我认个错，应该。不，您别稀里糊涂认错，您觉得是哪儿有问题啊？我觉得让一步的话，应该是以后的日子会更好。就是比如说整夜的失联这样的情况，您觉得是您的问题吗？
还是女生太猜忌了？应该是我考虑不周全的。那女士，您是想明白了，就觉得说先不纠结了？我感觉老师说的很对，应该放下这一些。既然想往后走的话，放下这个心结，不要再去自己欺骗自己了。对，好，祝福你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其实通过这一个拥抱，看到了很多问题的真相，谁离不开谁，一目了然。这个抱对于女生来说，可能真的等了很久，但是这个抱的形式和时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对呀，所以已经到这儿了，我们就不说了，剩下的就是祝福。不管你们何去何从，关系怎么样，你们都永远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永远是家人。祝福你们，谢谢。谢谢老师，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我们第2组嘉宾的结果，那他们到底如何选择？3、2、1，请开门。这个肯定出来了，这小年轻应该是出来的。小夫妻肯定出来了。啊？他们不出来啊？哎呦！这怎么了呢？这个也就是你看，这个女生自己给自己的爱情设了一个局，设到最后把自己的爱情毁掉了。也不见得就是今天分，只不过可能他们2个人需要再冷静冷静。我觉得这么年轻，还是享受这一段恋爱的过程。他们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确实呢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今天可能在这得到了一个答案，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祝福他们吧。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来自抖音的网友的提问：我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和阿姨在一起10年，期间我父亲买房写2人的名字，存款也在阿姨名下。如果我父亲想要分手，还能把房子和钱要回来吗？关于这位网友提的问题呢，主要涉及到的是房子的问题和资金钱财归属的问题。由于这个父亲和阿姨并没有登记结婚，那么他们只是共同生活。父亲呢，将房子写到了双方2个人的名下。那么关于这套房产，如果说双方分手不再共同生活，根据我国民法典303条和358条的规定，房屋不动产在他们没有婚姻关系的时候，如果登记在了双方名下，那么房屋的所有权应当是双方所有。如果说这个房子完全是由其父亲出资购买的，那么如果其份额一部分交给了阿姨，那么这套房子呢，应当是他父亲赠与给了阿姨一定的份额。不动产的赠与一经登记之后，房屋呢所有权部分的份额已经转移了，那么这套房屋在阿姨跟他父亲不再共同生活的时候呢，这套房屋的阿姨的份额是没有办法再拿回来的。那么关于共同生活期间所产生的这些存款，如果说他父亲根据自己的这个共同生活期间的劳动所得和相应的报酬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转到了这个阿姨名下，那这一部分未来应当返还给他的父亲。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